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潮。今天我想用一种比较轻松但又带点感慨的语气和你们聊聊大陆那段著名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你们可能在课本、纪录片、抖音或 YouTube 上听过零星片段，但如果从一个同龄人的视角来看，这是真的挺荒诞、挺无奈的，就像一部超长的黑色幽默青春剧，主角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剧情却常常让人笑不出来。想象一下，你们现在在台北、高雄、台中过着大学生活、打工实习、追剧滑手机、周末去夜市吃小吃的日子。突然有一天，政府发通知，不行了，所有城市里的高中生、初中毕业生得全部打包行李去阿里山深处、兰屿、澎湖偏岛，甚至更远的乡下住几年、10几年，和当地农民一起种稻子、砍甘蔗、养猪、开垦荒地，不能随便回来，除非生大病或有特殊关系。手机没信号，没网购，没外送，没补习班，连大学梦都得先搁置。你们会不会直接傻眼？这什么鬼啊？荒诞到像恶作剧吧？大陆的知青下乡就是这种感觉的放大版。从1968年到1978年这10年左右，大约1600多万城市年轻人，大多16到20岁，正和你们现在年纪差不多，被一纸政策送到了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官方理由听起来很高大上，要让城里娃体验劳动，缩小城乡差距，防止修正主义。可实际执行起来，荒诞的地方多到让人哭笑不得，无奈的地方更是一抓一大把。第一荒诞，政策来得太突然。1968年，毛泽东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报纸一宣传，全国就轰轰烈烈开始了。城市学校本来就因为文革停课，红卫兵闹完没地方去，就业也难，干脆一刀切，全送乡下。不是自愿报名，而是所谓动员，基本没得选。很多知青回忆，出发那天，火车站哭成一片，父母送行，眼泪止不住。有一个上海女知青叫醒燕子，本来是天津人，后来被树为典型，天天上报纸，说她如何扎根农村光荣。可私下里，她自己也说过，刚去石窟的死去活来，觉得天塌了。你们想想，如果明天台湾的火车站、高铁站挤满了被强制送去偏远乡下的大学生，父母抱着孩子痛哭，会是什么画面？荒诞感扑面而来吧。第二荒诞，农村根本接不住这么多城里娃。农民本来粮食就不宽裕，突然多出一堆不会干活、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年轻人，和农民抢饭吃。知青吃不饱，住草棚，睡土炕，蚊虫跳蚤咬得满身包，还得天天下田干重活。很多地方农民私下抱怨，这不是帮我们，是添乱啊。国家每年花几十亿补贴知青生活费、路费、安置费，结果换来知青、农民、家长三方都不满意。有一个经典的笑话，知青问老农，接受再教育到底学啥？老农憨厚地说，学我们怎么挨饿。这话听着好笑，其实无奈的让人心酸。第三荒诞，明明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好多人干了几年，发现根本没作为。大学停招，招工名额极少，回程指标一年就那么几个，得靠关系获利打工。很多人觉得青春就这样耗在泥巴地里了。有一个北京知青叫张抗抗，后来成了作家。他在小说《隐形伴侣》里写自己下乡时的迷茫，每天面对黄土背朝天，晚上躺在炕上想，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还有更惨的例子，在黑龙江北大荒，有些知青因为冻伤、劳累过度、医疗条件差，早早去世，才20出头。女生更苦，有的在偏远农村遇到性侵或不安全的事，却投诉无门。那种无力感真的很心酸。我再讲几个真实的小故事，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份荒诞与无奈。有一个经典的知青故事，来自著名作家叶欣的小说及同名电视剧《孽债》。这部电视剧1994年上海电视台播出，创下 42.62% 超高收视率，它真实反映了无数上海知青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命运起伏。1969年前后，大批上海知青响应号召，来到西双版纳橡胶农场插队。
城里长大的年轻人第一次学割胶，手生刀划，像胶刀轻易划破手指，血流如注，疼得彻夜难眠。热带雨林里蚊虫密布到恐怖程度，晚上点蚊香根本无效，一夜醒来全身几百个红包，奇痒难忍，抓破了还流血。生活极端艰苦，缺吃少穿，每天砍胶背重担，许多人感慨这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政策高喊扎根边疆一辈子，不少知青县了，在农场与当地人或同伴结婚，生下儿女，以为就这样定居下来。比如剧中沈若晨等上海知青，就在当地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可1979年政策突然转变，允许大返程，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带着家属挤上绿皮火车，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上海，结果却发现下乡时户口已迁出，回城后恢复难，工作安排遥遥无期，孩子上学、就医、住房都成大问题。许多带孩子返程的家庭陷入困境，甚至有人因安置难题而离婚或暂别子女，成为城市盲流或待业青年。前面被迫扎根，后面又成多余，这政策一夜翻转，让一代人怎么适应？孽债里那些从西双版纳到上海寻亲的孩子，正是这摇摆政策下最无辜的受害者，他们的歌声唱出了多少辛酸。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没有我的家。黑龙江兵团的知青陈凯歌，你们可能知道，他后来成了大导演，拍过《霸王别姬》。他下乡时才16岁，去北大荒砍树、开荒、修水库，冬天零下40度，手脚冻裂，还得跳进冰水里干活。他后来接受采访说，那时候觉得特别荒诞，为什么我们这一代要承受这些？但也正因为这些经历，他的电影里总有那种深沉的悲凉感。荒诞的是，同样在兵团的知青，有的因为意外事故没了命，有的因为抑郁选择了极端方式。陈凯歌算幸运的，回城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成了艺术家。有一个经典的女知青群体故事，真实反映了无数城里姑娘在内蒙古草原的辛酸命运。这些细节在历史学家刘晓萌的著作《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小说中涉及相关知青史研究中，有大量口述和集体记忆作为佐证。刘晓萌本人就是1968年从北京下放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的知青，他通过采访众多知青，记录了那一代人的真实经历。1968至1970年间，大批北京、上海、天津的女知青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或赤峰牧区插队。城里长大的姑娘们第一次接触茫茫羊群，第一次骑马放牧，往往因为不会驾驭马匹而摔得鼻青脸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冬天草原奇冷，零下几十度，住蒙古包时，寒风像刀割一样从缝隙钻进来，冻得人彻夜难眠。最难以启齿，最让人心酸的是女知青的生理期难题。那时物资极端匮乏，卫生巾根本不存在，许多姑娘只能用草纸、破布条或旧毛巾代替。多人同住一个蒙古包或土屋，隐私完全被剥夺，来例假时躲都没地方躲，尴尬、羞耻和疼痛交织，那种作为一个女生的尊严感被彻底剥夺了。这些隐秘的苦难，在刘晓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98年出版及口述史中，是多位女知青含泪回忆，成为那一代女性最深刻的集体创伤。官方宣传里，女知青都是铁姑娘，如行燕子、侯俊等典型，上报纸、登广播的照片，笑得灿烂，挑担骑马、修坝放牧，是要草原换新颜。可是底下，无数姑娘在给家人的信中偷偷哭诉：妈，我真的受不了了，这日子太苦了，想回家。这些家信，许多被父母珍藏至今，成为知青史的铁证。刘晓萌在书中通过口述者们的讲述，揭示了宣传的豪迈光环下普通女知青的泪水、绝望与坚韧。这不是某个人的孤立，而是数十万的内蒙古草原女知青的共同记忆。刘晓萌的著作基于大量实地采访和口述，不是证实。宣传与现实的反差，政策下的个人无奈，让人感慨那段青春的辛酸与无辜。这些故事听着遥远，但换到你们身上想想，
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为了体验生活，必须放弃大学，放弃城市，去偏乡住10年，你们会怎么想？愤怒、无奈，还是直接移灭？当然，历史不是全黑的。有些知青后来回忆，在农村学会了独立，交到一辈子的好朋友，看到城市看不到的满天星星和人情味。回城后，他们带着那股坚韧，成了改革开放的骨干。就像陈凯歌用下乡的苦难经验拍出了世界级电影，但这坚韧是被逼出来的，不是心甘情愿的田园诗。更无奈的是，到了1978、1979年，政策突然180度大转弯，因为知青大规模罢工、卧轨、集体上访，尤其是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那次大请愿，中央终于承认这事行不通了，开始允许返程。前一天还在喊扎根农村一辈子光荣，后一天就说可以回来了，安排工作。那些已经在乡下结婚生子准备扎根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政策说变就变，个人的青春却回不来，这份荒诞谁来负责？台湾的朋友们，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可以选大学、选科系、选工作、选生活方式，甚至出国深造、创业都行。知青那一代却因为一个时代的大实验，把最好的青春搭了进去。有人晚年聚会时唱着知青老歌掉眼泪，有人写回忆录感慨，有人一辈子不愿再提。怀念的往往是那份单纯的友情和年轻时的热血，而不是政策本身。一代人的青春可以因为一个宏大叙事被集体献出去。我们今天能自由选择未来，其实挺幸运的。珍惜这份自由，也多体谅长辈，他们那一代真的很不容易。有时候我们抱怨升学压力、房价高、工作难，但比起知青那一代被迫把青春埋在黄土里，我们已经幸运太多了。如果大家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些知青回忆录，像《过去的年龄》、知青这类书，或者搜一些老照片，绿皮火车上挤满哭泣的年轻人，田野里一群城里娃笨拙的插秧，那种画面冲击力很强。青春本该是做梦、试错、追逐自由的年纪，希望你我能够读懂这段历史，珍惜当下的生活，把自己的青春活得精彩，不留遗憾。谢谢收看。如果有想法，欢迎留言聊聊你们对青春和历史的看法。我们下次再见。